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3日晚间13点2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呢在这轮行情上不断的反弹，最终呢它由日线级别的反弹不断成长上来，目前已经进入到周线级别的反弹尾声。那么这轮行情反弹的原因呢，我们看到是因为它有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引发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到达低点28660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一个支撑位。同时呢，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的反弹。所以呢，在28600附近我一直在说美股的反弹要出现了。那这轮反弹，它在反弹过程当中呢，不断释放消息面的利好和利空。首先呢，是美国公布了非农数据，然后公布 CPI 数据，两个利空让它形成了一个 W 型底部。但由于趋势上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容易出现日线反弹，那么最终呢它走出了一波日线的反弹。那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它又出现了一个利空，它公布了一个加息75个基点的利空之后它又说美国又说加息要放缓。那在加息放缓的同时呢，公布了美国10月份的 CPI 数据这个数据非常好，所以呢美股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最终的一个上涨。那在上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严重的筹码密集区。我们看到大概是在34000点附近它存在一个重要的筹码密集区。同时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那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并且顶到压力位区间的时候，我们认为下周的行情美股容易出现什么呢？美股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那这轮下跌呢，会对比特币的行情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那么在当前时间点今天是周末是周日，我们在当前时间点看到了什么呢？美股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那它已经带动了 A 股的上涨，已经带动了 A 股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但是在比特币的行情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背离现象。美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比特币一直在下跌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那美股的反弹周线级别的反弹，比特币一直在下跌那如果美股反弹到尽头一定会带动比特币出现一个同步的下跌。我们看到大多数时间比特币和美股都是几乎是在分时上同步的。这段时间由于 FTX 交易所的暴雷让很多中心化的交易所无法交易、无法提现雷声滚滚的前提下，让比特币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我给了很长时间给了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从3万点到17605之后行情出现了第一次波谷，第一次波谷之后反弹13%，然后出现第二次波谷，第二次波谷的位置和第一次波谷位置基本相同大概都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然后经历了23%的反弹，23%反弹之后震荡了1个月在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位置上震荡了1个月之后，我给出了一个信号就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它容易出现反弹。最终呢，它的反弹幅度达到18%，18%反弹之后 FTX 交易所暴雷，无法提现，无法交易最终倒闭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比特币迅速下跌到15588它的最大跌幅呢，我们测量一下达到了28%左右快速下杀让前面行情当中的所有多头全部被斩尽杀绝这一次行情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一次拓展性训练我们看到18500到19000美金
反复在这里面进行拓展性训练，一次波谷、2次波谷、3次波谷之后，很多多头都会认为18500是比特币熊市至今可能是最后的底部但行情当中我早就说了$18500一旦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出现快速下杀，形成新低。那么这个新低已经出现了，我们要回到行情的解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 K 线吸收战法来对它解读什么是 K 线吸收战法呢？就是有了标志性的阴线之后，这根标志性的阴线呢是8号发生的，11月8号发生的，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这是一根标志性的阴线下跌幅度极大它的收盘价和开盘价最终让它下跌了接近10%，9.95%这么大的下跌，我们管它叫标志性的阴线。标志性的阴线之后是悟空阴线之后是8阶阴线。那么反弹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阳线的反弹幅度也是10%。这里的反弹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妖怪型的 K 线。什么是妖怪 K 线呢？是干扰了我们对8阶的一个判断。因为在悟空阴线之后，我们有8阶阴线有沙僧阴线，有唐僧阴线但这里面出现了反弹就是妖怪。8阶要杀死后面的所有妖怪之后才有日线级别的沙僧，日线级别的唐僧所以呢，目前来看，有了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11月8日的这根悟空阴线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是以下跌为主要方向这是从日线级别这个大一些的时间角度去观看的那么在小日线级别上呢，我给出了一个概念行情在这里面出现了急跌，从$19000到15588快速下跌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快速下跌之后，下跌幅度达到17%。这么大的下跌幅度呢，它要对这个行情里面这个缺口进行反复的回补。所以呢，我在这个位置上画了4个圈证明它反复回补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反复回补拓展性训练也就是说，像这个小日线级别上的这种K 线呢，你也可以仿照这个日线级别上的 K 线去观察。那 K 线呢，它有这种分型的结构，也就是说小日线的结构呢同日线结构有高度的雷同，高度的相似历史呢是不断的错位重复的，这里面也包括微观上的错位和宏观上的错位。所以呢，在小日线上我们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当这个结构完成之后，行情还要继续下跌直到呢我们在周线级别上能够观察到非常明显的周线级别下跌息，最终呢到达我们的一个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0500附近，$10500附近那今年是这个 FTX 交易所和币安交易所相互竞争，最后把 FTX 交易所搞倒了，对吧？那么在那个18年的时候就是比特大陆里面也有很多竞争最后把这个比特大陆的一部分被搞倒了。所以呢，行情的下跌总有原因，但是它的结构呢莫名其妙的非常神奇的按照我们 K 线吸收战法当中的4项战法的这一部分来走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吸收战法当中的第2部分也叫4项战法也叫四项战法。所以呢，在这轮行情当中下跌远没有完成，之前的快速反弹它完成了。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的时间级别，小日线时间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波峰波峰不断的形成之后，它最终形成结构最终形成的结构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要发生变盘。那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黄色的这个区域黄色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日线级别的也是在不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下跌。前面行情当中红色线这里也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最终形成收敛三角形结构，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下跌。所以呢，行情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
万变不离其宗。最终呢，目前我们现在观察的是小日线级别。为什么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呢？原因是它目前是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合理的点位去布局我们的空单，做趋势上的空单。在行情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的这几个事儿趋势是下跌，位置找到一个好的合理的位置，这个合理的位置呢，要通过一个合理的时间级别去判断。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小日线级别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接近这个下跌趋势线波峰连线形成的下跌趋势线附近位置你也找到了，趋势你也把握了，控制仓位你要做到每一个仓位同时设置止损你要做到，那么就很容易在这轮行情当中获利。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对意味着以太坊对比特币涨跌的一个速度那么我们看到目前比特币是逐渐下落的。那在这个下落过程当中我们在行情这里面观察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曾经出现一波反弹，反弹之后又重新回到下跌趋势，日线级别是这样。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目前它仍然处在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下面有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等待着我们。所以呢，以太坊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在周线的这个级别上，它的下跌速度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这一轮的加速过程呢，会同步以太坊6月、5月的这轮下跌最终形成了一个平行式的下跌。那么这一轮下跌的起始位置，我们在之前行情当中给了起始位置是在大概 0.08 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这轮行情牛市行情当中形成的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位置之后的压力位延长线的这个位置构成了一个压力压力位置是在 0.08， 所以呢未来以太坊对比特币它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以太坊本身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大的时间级别。那目前呢，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周线级别的这个趋势，下跌趋势我们在行情当中一直给出了提示那回到日线级别，我们看到通过横盘整理，它突破了一个弧形顶的这个波峰连线，突破之后呢，再次以横带跌以横带涨突破了这个弧形顶，突破之后呢，形成了一个矩形形成之后横有多长，纵有多高，同步了比特币突破了一个5月份波峰连线突破了144日均线，突破了169日均线，那最终受阻于它高点4877美金形成之后，波谷连线在1700美金这个位置它构成了一个压力，到达压力之后迅速下杀。那么行情我们之前给出了一个目标位11001100美金行情当中这波行情已经到达了。到达之后呢，我说了它的下跌会出现一个加速，同时呢在这个日线级别这里我们看到绿色线5月份波峰连线绿色线连过来之后，同下方的白色线也就是878点形成之后本轮行情6月份的低点878嘛，这个点位出现之后不断的形成波谷，最终形成了一个白色线的连线。那我让它都变绿吧，方便看一些，都变红吧。那这条线呢形成了一个焦点，在近的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呢，也是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它在底部位置也一样形成了4次等位置的波谷，1、2、3、4次波谷形成之后，行情很容易出现下跌，出现新低。那么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当前行情是一个急跌的画面所以呢，在1300美金以下以太坊有继续下跌走最终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点位是在260美金。很多人觉得这个点位非常惊讶，不可能我认为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每轮行情
前面2轮熊市行情，以太坊的最大跌幅都是95。那么这一轮行情，如果从4877开始计算啊，最大跌幅95%，残值剩5%的话啊，以太坊的价格会到达$260，这是我们对于以太坊本轮行情的一个目标位。那对于 FTT 啊来说啊，它已经不断的在形成结构。那我们昨天就给出了一个小日线结构，它的一个你抄底的方法啊。为什么说还要抄底 FTT 呢？因为它毕竟是全球比较大的交易所之一啊，受美国政府保护，然后倒闭之后会有很多资金进过来抄底啊，相当于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ST 退市啊。虽然 FTT 目前在它自己的交易所不能交易啊，但是它是可以提币，然后在外面啊，比如说在币安进行交易的。如果一旦被这个某家公司收购啊，构成利好，一旦它重新启动，重新可以交易的话，势必会让它构成什么呢？构成浪子回头币啊。目前它在快速下跌90%以上啊，95%以上了啊，还有抄底的这个获利的一个可能性啊。毕竟呢，在行情当中，浪子回头币啊，像之前的露娜 C 啊这种币是非常容易大赚的，甚至是10倍以上空间的。所以呢 FTT 你可以作为重点的一个山寨币的考虑方向啊，因为它的筹码非常少，只有1亿枚啊，它相对于 HT 啊 OKT 啊，相对于 BNB 啊都是1亿枚，但是它是最便宜的，证明它的市值已经非常被低估了啊。一旦它可以提币啊，可以重新开通交易啊，被收购啊，这个大门一旦打开的话啊，会有非常大的空间。那么当前在15分钟级别和小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它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收敛结构。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在这个位置第一个区间啊做第一个仓位，下方呢做第2个仓位，反弹上来之后第2个仓位啊进行减仓，然后再次反弹的话，第1个仓位进行减仓，但不要空仓啊，最终呢很容易赚到这里面的钱啊。所以呢，目前对于 FTT 来说，你要做到的是仓位控制啊。同时呢，今天比较好一些的 DYDX 啊，这个去中心化的合约交易所啊也有所上涨啊。那目前呢，它也是处在一个超跌反弹的过程当中。那这种结构呢，我们看到它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均线啊，证明它还具有一定的上涨动能，并且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量价齐升啊，量价齐升之后呢，会有一定的空间。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首先呢，看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乌空阳线出现了，8件阳线出现了，8件阳线出现之后，你就可以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有一个$4.5的一个预期。那么在小日线级别呢，它仍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我们可以画一下上涨趋势没有办法画出它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情况下啊，就是这个收敛三角形焦点我们没有办法画出来啊，没办法画出来。你看怎么画？画不出来，目前还平行的。那我们就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切到之后仍然没有画出来，没有办法画出来，证明它还有上涨动能。在有这样的上涨动能的前提下，就是没有办法找到焦点位置的前提下啊，就可以逐渐的布局。布局你怎么布局呢？布局一定要控制仓位啊，同时呢也要设置止损啊，也要设置一定的止损。你比如说你观察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啊，就把小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在这里面设置一个止损就好啊。在获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啊，把握自己手里本金的安全啊，本金是你的种子，是你的一切，你有本金才能和行情发生关系，才能赚到行情当中波动给你带来的更多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